如果你既不了解你的敌人，也不了解你自己，那么你将在每场战斗中屈服于失败。孙子认为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参与战斗，击败对手并主宰世界是大多数生物的基本天性。我们在商业战争中也同样看到这种情况。在足球场上的电子游戏、繁华夜总会，甚至 YouTube 平台上，当我们不再与外部环境做斗争时，我们很可能正在与自己进行内心的较量。《孙子兵法》是一部重要的古代中国军事文献，由多部分组成，13章专门讨论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方面。《孙子兵法》详细解释了我们在战斗中应该如何行动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取得胜利。什么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封闭的地形上接近敌人，以及如何利用间谍来收集情报或传播假新闻。除了具体的战斗技巧外，《孙子兵法》还有深刻的哲学内涵。孙子认为，战争是不可轻视和轻率对待的，战争的最高形式是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保持静默和神秘是将军的重要职责。他强调要用智慧而不是蛮力，教我们如何以聪明和策略的方法赢得战斗。孙子兵法的美妙之处在于，他的智慧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代生活中。即使在和平时期，我们不必面对流血事件，而是与工作、运动和一般的日常冲突有关。该视频探讨了孙子兵法的智慧。孙子又称孙子，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哲学家，生活在大约2500年前，传统上被认为是经典著作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。但一些中国学者对《孙子兵法》的存在表示怀疑，认为《孙子兵法》是不同作者著作的汇编。孙子据说生活在赵朝时期，大约与道教圣人老子和哲学家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。他的出生地存在争议，有人说他出生于齐国，也有人认为他出生于吴国，但现存最古老的资料一致认为他是一位侍奉吴王的将军和战略家。古往今来，孙子的著作激励了军队内外无数的人们。例如，越南将军伍元甲在蝙蝠战役中运用《孙子兵法》中描述的战术击败了法国军队。巴西足球教练路易斯·菲利佩·斯科拉里也是如此，使用古老的战略指南赢得了2002年世界杯。孙子兵法强调充分准备的重要性，其基本理念是：胜败在战斗之前就已经分明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拥有足够的知识和计算能力，就有可能较为准确地估计出赢得战斗的机会。哪一方实力更强，谁更有可能获胜。良好的研究至关重要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需要雇佣间谍来获取必要的信息。我们必须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，并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。为了打造一支服从的军队，领导者了解他的士兵至关重要。每种士兵都需要不同的待遇，自我意识是关键。就好像我们了解自己一样，我们知道哪些敌人我们能够打败，哪些敌人我们应该避开。很多时候，如果可以避免重大损失，最好避免冲动。按照孙子的说法，最高的胜利是不战而败敌人。不幸的是，这种理想并不总是可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要谨慎选择战斗，知道哪些是值得战斗的，哪些是浪费精力和资源的。我们选择的战斗必须尽可能高效。军队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即使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，也会耗尽装备、燃料、军车，当然还有操作这些军车的士兵。长期的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及其资源而言是灾难性的，并且只会让参战者精疲力竭。因此，赢得战斗的最佳方式是以最少的资源快速出击。当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城市和资源时，不要摧毁他们；当敌军士兵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时，不要无谓地杀死他们。在这里，
我们开始看到孙子思维方式中道家思想的影响，因为他不主张盲目破坏，而是主张明智地发动战争，尽可能的不伤害敌人，以便他们的力量可以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力量。我引用一句话，在战争中，宁可完整地占领一个国家，而不要摧毁它；宁可完整地占领一个军队、一个团、一个支队、一个连队，而不要摧毁他们。终极的卓越不在于赢得每一场战斗，而在于不战而胜。战争的最高形式是攻击战略本身，其次是攻击战略本身，先攻联盟，其次攻军队。最低级的战争形式是攻城，攻城战则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。并且引用，在战争中，胜利是通过测量、估计、计算和比较等方法得出的产物。如果胜利在望，就打；如果失败在望，就不打。如果我们选择战斗，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知识来决定正确的策略，以取得胜利。例如，当我们的数量远远超过敌人时，最好的攻击方式就是包围他们；但当我们寡不敌众时，最好还是躲起来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，采取游击战就成为了阿富汗塔利班制胜的有效策略。塔利班混杂在无辜平民中，利用秘密藏身处和复杂的隧道网络来隐藏身份，同时采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，保持队伍的凝聚力和灵活性。如果他们正面攻击敌人，他们肯定会失败；但通过运用协同的打了就跑的技术，他们已证明自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聪明取胜的一种方法就是欺骗的艺术。我说，能则佯装不能，出兵则佯装不能。近则似远，远则似近。并引用，您可能还记得伊拉克新闻部长穆罕默德·赛义德·沙瓦 （Mohammed Said al-Shawa），他试图维持面子，告诉观众一切都好，他的部队正在取得胜利，他可能正在读《孙子兵法》。不幸的是，他欺骗敌人的尝试并没有那么令人信服。他们不在巴格达附近，不要相信他们。在战争中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。战争如同水一样，没有固定的形式，敌人一直在变化，季节和地形等自然环境也在变化。孙子鼓励我们保持无形，敌人的变化就能带来胜利。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时刻小心观察敌人，避免暴露自己。这样，我们就能了解对手不断变化的性格，从而利用这些性格为自己谋利。例如，孙子提醒我们要避免精神过于亢奋，而应攻击昏沉的思维和情绪。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一些特定的模式，以便更好地确定敌人的实力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防御通常意味着缺乏，而攻击则意味着丰富。他还告诉我们要确保自己刀枪不入，等待敌人的弱点。这基本上是打壁球比赛的核心策略。专注于打好比赛，等待对手犯错，并利用它。孙子兵法讨论了不同情况下的行动策略，如同不同地形的应对。比如，我们应该在高地扎营，面朝开阔地，总是在山下作战。如果敌人渡河过来，我们不要在中途与他交战，而要让他的一半兵力渡河。在我们攻击之前，孙子详细区分了9种不同的战场，每一种战场都需要采用不同的作战方式。例如，当某地对于任何一方都具有战略优势时，该地就是战略地。对于公司来说，这可能是城市中的特定位置，而对于军队来说，这可能是有利于战斗的高地。但也有死亡之地，在那里只有一种生存之道。死亡之地的一个例子是《指环王》中的摩兰农之战，这是与索伦的最后一战。孙子教导我们在战争中找到平衡和内心平静的重要性。我们不能太鲁莽，但也不能太懦弱。轻易被激怒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很容易引诱脾气暴躁的人上战场。对于 YouTuber 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，因为总是被粗鲁的评论和网络喷子激怒，最终只会导致毫无意义的、没必要的争斗。此外，将军还应该对他的部下富有同情心，并
并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，但过分关心他们就会导致忧虑和麻烦。我引用一下：将军有5种致命缺陷，鲁莽会导致毁灭，懦弱则容易被俘，脾气暴躁使其容易被挑衅，荣誉感极其脆弱，倾向于羞耻，担心他的手下，导致麻烦。并且引用《孙子兵法》的话，教导我们如何选择并赢得战斗，而不是专注于蛮力。孙子建议我们衡量和计算，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先采取行动并取得胜利。他教我们如何比对手更聪明，欺骗和操纵他们，并利用任何情况为我们谋利。同时，他也呼吁我们不战而败，尽可能避免苦难。如果我们能够不流血地战胜敌人，以智慧和慈悲来领导，同时保持严格的纪律，并灵活适应天地万物的变化，那么战争就是一门真正的艺术。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。